跟你的女神结婚，或者开20分钟高达，怎么选？女神就是邱淑贞那种吗？邱淑贞好啊，邱淑贞，我要开高达。Nerf 当中的传说级武器石中剑啊，之前已经玩过工匠大师的注塑机匣版本了，那性能是相当的凑合，也当之无愧是天花板级别的发射器。但是呢，石中剑基础管的那个造型啊，说实话很多人是不太能接受的，就是看起来非常的原始，尤其是前节3根裸露的杆子啊，总觉得少了一点枪械的美感。那围绕石中剑的基本结构呢，很多开源社区的作者也给它设计了一系列美化的 mod。之前设计过4连装机枪的 Leon， 就给石中剑做了一款叫做强袭 L2 的 mod， 就是这个。看到这个外观，我觉得如果你2次元浓度不算太低的话，大概就能理解它为什么叫强袭了。枪身以灰白为主色调，加上前后黄色配件和半隐藏的红色枪管，低饱和度的配色，看上去很有高级感。各个部件表面的镂空和充满未来感的线条装饰，包括重新设计的机匣外形，看得出来是借鉴了高达机体装甲的设计语言，有一种冷峻的日系科幻风格。原版石中剑因为前节只有光秃秃的3根螺杆，看着有点突兀。利昂的强袭 L2 把包围气缸的外观件和前节进行了统一，同时移除掉显得有点臃肿的护弓，整个发射器通过顶部的全通导轨进行视觉连接，看上去更加协调啊。加上电磁轨道炮样式的枪口装饰，相当于是给围绕气缸设计的原版石中剑来了一次彻底的整容手术。这么说吧，这个外观是我见过最有设计感的石中剑第3方 mod， 所以看到它上架的第一时间直接就拍下来了，也没有注意到那个第2支半价的优惠。如果不装个瞄具，太对不起这么漂亮的设计了。这个造型比较科幻的细格耳器刚好合适，下拉滑块底下的导轨也可以装个握把，拉起来比较舒服。整个发射器的外壳组件全部都是 3D 打印制作的，从细节的纹理上能看得出来，打印精度不算特别高，表面处理肯定是有点糙的，堆叠打印的纹路非常明显，这个也是 3D 打印的通病。不过对于这个尺寸的零件来说呢，精度也完全够用了，不拿放大镜看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。裸枪重量超过2公斤，然后打印的厚度呢，看起来也是下了血本，应该说强度是不用太担心的。这支强袭 L2 虽然沿用了石中剑围绕气缸的原始设计，但是在基础结构上做了大幅度的优化，很多结构组件在重新整合以后，全部零件的数量只有原版的1/2，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维护的便利性。原来通过机匣固定的前后6根螺杆，也换成了贯通枪身的3根不锈钢光轴，这样一来呢，机匣就不再有任何结构强度上的负担，完全作为弹匣井和3通的固定座而存在。那各个零件的组合呢，也是基于这3根粗壮的光轴作为框架，非常牢固。可以看到下机匣用4颗螺丝和上机匣固定，两侧都有Leon 02的型号标志。推弹杆也是打印件，双弧圈的设计，气密应该不错。弹匣井适配的是工匠的龙爪短弹弹匣，透明外壳和直排造型跟发射器的设计挺搭的。压满可以塞进去17发短弹，插进以后会有轻微的晃动。握把这里是3片结构，中间夹着扳机连杆，同时呢也作为气缸的包围外壳。裸露的透明气缸算是石中剑的标志性设计了，侧面开窗可以直接看到里面橙色拍头和弹簧。用来锁住光轴的后托是2块巨大的打印件，上面也印着 Strike 的标志。尾顶整合在了后托底盖上，想要换弹簧的话，只需要拧开螺丝把底盖打开就可以了。前节的下拉滑块也是重新设计的样式，用下面的2根光轴作为轨道，顶上做成了带导轨的护木，看着舒服多了。而且跟光轴接触的轨道中间用了滚珠轴承作为支撑，拉起来非常顺滑。电磁炮样式的枪口同时起到固定枪管的作用，侧面有2颗螺丝可以锁死。这里的快拆设计，拧开螺丝就能直接把枪管抽出来更换。好吧，装的有点紧，总之呢，使劲抽是可以抽出来的。红色的铝合金管子也是强袭 L 的亮点之一，管子有内外2层，里面塞了一层打印的内壁，直接整合了带有螺纹的膛线，不需要安装额外的鱼线管了。
原厂就可以让软弹出膛的时候产生自旋稳定弹道。利昂给我提供了不同长度的2根管子，用加长的管子弹道会更好。不过呢，我还是更喜欢原厂的设计，别跟我说什么弹道什么性能，好看才是第一生产力。强袭 L2 加上瞄具以后接近2.5公斤啊，对于软弹发射器来说真的挺沉的。不过呢，握持手感很好，因为它重新调整了时钟剑的设计，握把的位置相对前移了，所以留给后托的空间更长了。那前面下拉的行程呢，也相应的缩短了5厘米左右，胳膊不需要伸出去那么长了，整体的握持感，包括抵肩的时候这个舒适度啊，还有上膛的时候胳膊发力的方向都有很大的优化。不知道原版气缸下面那个护弓的设计是不是为了增强结构强度啊？反正强袭这里取消掉以后呢，我也没发现什么不稳定的地方。本身因为它用了前后贯通的这个光轴啊，所以这个强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跟使用推弹杆的原版时钟剑一样，强袭 L2 也需要上膛以后才能插进弹匣。击发之前要把滑块推到前端固定，保证气密。经过优化的扳机组释放起来虽然还是有点重啊，但比工匠的第3代时钟剑是要轻松多了，稍微用力就可以扣得动。原厂的气密可以说接近完美的状态，用工匠短单平均初速在53左右，波动非常小。换上长管、精度和调整好鱼线管的时钟剑不相上下，而且扳机力小了以后打起来肯定是更准了。唯一一个小的瑕疵呢，就是经常拉着拉着弹匣就自己掉了，猜测是弹匣释放的弹簧有点松了，击发的时候一震动呢就会松脱。之前就特别羡慕那些会做设计的大佬啊，自己打印设计了时钟剑mod。那我这种对于软件设计一窍不通、3D 打印也买不起的小白呢，只能等着第三方厂家给我送到嘴里边吃，然后吃现成的又不满足于清汤寡水啊，还想要漂亮的设计。简单点讲，就是又菜又爱玩。那利昂这套强袭 L2 刚好满足了我这种懒癌患者啊，这个外观设计直接戳中了我的基点。相比原版的时钟剑呢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利昂的设计并不仅仅是给它换了一个皮肤啊，这些外观和结构上的优化才是强袭 L2 的核心卖点。另外说来说去呢，避免不了的一点就是打印件和注塑件的优劣。我觉得吧，如果这玩意儿能卖出去几百只，那开模注塑也不是不可能，对吧？